大家好，欢迎回到社会切片研究所。咱们上期视频在分析诺查丹马斯、赤马弘扬和阿南德的3大预言中，就预判到2026年呢，注定会是不平凡的一年。那果不其然，这才刚开局就烽烟四起。今天呢，我们就来快速看一下这些预言在现实中的照射。那首当其冲的就要算美国突袭了委内瑞拉，川普抓了马杜罗总统。2026年的1月3日，大家都还在过元旦假期呢，川普那边呢就派三角洲部队跑到委内瑞拉总统官邸，直接把人家的总统马杜罗给抓了起来。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咱们先抛开政治立场，不得不说呢，美国还真的是很牛。从军事情报到行动的执行层面看，这简直都是教科书级别的斩首行动。那咱们先说一下情报方面，整个官邸的结构呢都被美国搞得清清楚楚，直接呢1比1在北卡复制了一个用来训练和演习。据说呢，连楼梯台阶的高度都精确到了厘米，安全屋在哪儿，钢板有多厚，甚至宠物狗的位置和活动路线，人家都摸得清清楚楚。马杜罗的作息也通过5个月的行为追踪，人家知道你晚上11点30分左右睡觉，凌晨2点左右呢必起夜喝咖啡，每周日不办公，爱喝黑咖啡，吃个无糖面包，每周3呢吃炖牛肉，对花生过敏，甚至呢连跟老婆吵架的频率呢人家都给你算出来了。要不说人家这情报做的呢，那都不仅仅是知道你在哪儿，而是连你下一步要做什么人家都给你算出来了。再说行动上，委内瑞拉呢之前号称有5000枚的防空导弹，可是结果呢在整个行动过程当中1枚都没有打出来，这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美国派了 F-35， 先是把委内瑞拉的防空指挥中心和雷达站给轰炸了，同时又用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机对委内瑞拉军队的通信频段实施了全频干扰，进行电子压制，导致基层部队呢根本就无法接收到命令，这就让委内瑞拉的军队变得又聋又瞎。然后美国就派具有隐身能力的黑鹰直升机，以30米，也就是一棵树、10层楼那么高，超低空飞行进行突袭。那有人就要问了，那人眼不是都能看到吗？那么低。这里有2点，一，这个是半夜凌晨2点，除了去酒吧的人呢都睡觉了。第二，就算是看到了，委内瑞拉前线的官兵收不到命令，他们也不敢乱开火。还有你想下，事后爆出的消息说马杜罗身边的安保人员全部已经换成了古巴人，这就说明委内瑞拉的内部呢已经被美国策反的差不多了，千疮百孔，很难分清楚好人还是坏人。再说一点，战斗时间呢是90秒，这是什么概念？你视频看到这里，美国的战斗呢已经结束2次了。要说美国的实力呢还是真的很厉害，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它的影响呢却是大大的坏。我们先看看周边的反应，中国、俄国、古巴这些呢本来就跟美国不对付的国家，咱们就不用说了，指定是没什么好话，要么是坚决反对，要么是强烈的谴责。而角色偏中立的联合国，那也是一边秘书长发声表达关切，说这事儿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另一边安理会严厉的谴责，说其践踏了国家主权的平等。现在呢，就连他身边的盟友法国、德国、西班牙都表示深感不安，据说呢，只有中东小霸王以色列对此表达了支持。要不你说川普挺他们呢？而这个事情呢，让整个2战之后的国际秩序毁于一旦，联合国的权威扫地，连联合国的秘书长发言人都说，秘书长手里呢没有警棍可以打成员国的头。这番话道出了联合国在面对常任理事国时的无力感，这以后强权就是镇压。你要看台湾的政论节目，大陆会不会抓走赖清德，那都是被反复讨论的话题。正如新加坡资政李显龙所说，如果国际秩序是以这种方式运作，我们就有麻烦了。特朗普政府呢，本意是试图通过闪电抓捕重塑美国的威望，但是长期看，透支的是美国100年积累的制度信用与全球的领导力。这也正印证了诺查丹马斯预言暗示的那样，王冠将无声坠落，整个国际秩序将从多边体系正式进入强权政治时代。接下来咱们就说一下俄乌和谈。去年年底，俄乌和谈呢虽说没有全部达成共识，但是欧美那势头呢就是要压着乌克兰把这丧权辱国的条约给签了，用领土换和平，用能源还账。
不管协议好坏，那和平前景呢，看着是一片大好。当时呢，咱们还有一期视频说这个事情，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评论区看置顶链接。可谁知道就在年底最后这2天，发生了一起罗生门事件。先是泽连斯基在平安夜做全民演讲的时候，说了要所有乌克兰人民跟他一起祈祷，让普京去死。可是还没过几天，就发生了无人机袭击事件。俄罗斯这边呢，说是在12月28号晚上，一共截获了91架无人机带着高爆炸药，行动目标就是普京的官邸。你说人家正热恋呢，你整这事儿，你是要让人家未婚先丧呀？这不就是给本来就脆弱的和谈基础上眼药吗？事后双方还各执一词，俄罗斯说是乌克兰发动的，是恐怖袭击，你打我大首领，我就要重新看看还要不要跟你和谈。而乌克兰这边呢，指责说是俄罗斯自导自演的，你是故意制造事端，就是为了继续攻打乌克兰找借口。这不，就连特朗普都被绕进去了，一会儿指责乌克兰并对普京表达同情，过一会儿又指责俄罗斯阻挠和平。而这场罗生门现在算是说不清楚了。但是不管真相如何，这个对于和平进程的影响估计是不可避免了。你看，俄罗斯9号就以报复袭击事件的名义，发射了帧数高超音速导弹，还有海基陆基的制导武器，对乌克兰境内的重要设施进行了攻击，重点打击对象就包括了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线，还有一些军工能源设施。但其实9号的攻击背后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1月6号的巴黎会议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泽连斯基正式签署了一个战后派兵的意向声明，这呢从根本上触碰了俄罗斯人的红线。俄乌和谈的未来又开始变得扑朔迷离，而诺查丹马斯所预言说的巨大的风潮将苏醒，夜晚突袭毫无预警，似乎在2026年刚开始的几天就有了现实的迹象。当火星于2026年主宰黄道，圣地将血流成河，这是诺查丹马斯在其私人占星笔记中写到的。而你现在往中东看，也确实已经到了战争的边缘。去年的12月28日开始，由于伊朗里亚尔的汇率崩盘，导致物价飞涨，德黑兰大巴扎的这些商户就开始集体罢市。这件事情迅速就蔓延到了全国20多个省，抗议呢也从经济诉求升级成了政治诉求了。而上周的时候，伊朗的安全部队和抗议者还发生了流血冲突。这个事情在伊朗内部真正糟糕的是，这些大巴扎的商户是伊朗神权政府的传统支持者，而连他们都站起来，那就得看伊朗政府如何妙手回春了。而此时的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要按耐不住了。据说以色列安全内阁已经于1月5号批准了名为铁骑行动的计划，目标呢就是要清除伊朗的军事能力，通过打击能源设施制造进一步的经济崩溃，以动摇伊朗的政权。而美国方面，特朗普呢也明确表示枪已上膛，战争似乎是不可避免。正面战场伊朗肯定是以色列都打不过的，更别说背后呢还有美国。但是伊朗呢也未必坐以待毙，如果以色列真的出手，伊朗很可能呢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石油要道，造成全球的油价上升，让西方呢付出经济的代价。同时伊朗呢可能会让他的中东小弟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的珍珠党以及伊拉克什叶派武装同时向以色列发起攻击，让圣地血流成河。而火星主宰黄道的第一个时间段就是1月23号到3月2号，第二个呢是4月9号到5月18号，到底会发生什么呢？伊朗又能撑到什么时候？让我们拭目以待。回到东方，在新一轮的赤马红羊周期，中国呢也不太平。从去年下半年针对高市早苗的对台言论，中国呢已经抛出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效果呢却不明显。虽然日本政坛内部呢已经出现了一些分歧，但是高市政府的支持度呢一直居高不下，也并未对日本的经济或政策造成特别明显的影响。对方呢也没有要收回言论的迹象，要说呢也确实不能收，收回去呢国内的支持度呢估计会崩溃。这不，1月6号，中国政府呢又进一步加码了对日本的制裁。这次的加码呢，在我看来已经到了掀桌子的地步。一手呢针对出口进行出口管制，另一手针对进口进行反倾销调查。要说出口管制呢并不新鲜，但是这次中国全面禁止军民两用的材料出口日本，这里面最重量级的那就是稀土。
而上次中国对日本祭出稀土管制呢，还是2010年。当时呢，因为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日本抓了中国船长詹其雄。那次出口禁运呢，当时日本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度呢高达90%，管制一出，让丰田整个的生产线呢直接停摆，季度的销量下降了15%。虽然说现在呢，日本对中国的稀土依赖度下降到了60%，但是本次制裁中涉及的重稀土，日本对中国那是100%的依赖。这些重稀土是制造高性能铝铁硼永磁体的关键原料，缺少了这些，日本的 F-15 战机组装、爱国者导弹生产、潜艇静音电机等核心的项目都将面临停工的风险。除了这些军工相关的产业，汽车、机器人、半导体的设备、风力发电、医疗设备等日本支柱产业也都会受到波及。而另一方面，公告还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组织将中国原产的两用物项转移给日本，这也就堵死了日本经由第三国迂回采购战略物资的路径。那你说会不会有走私呢？那肯定是会有漏网之鱼的，但是呢，远不足以支撑日本整体的用量需求，并且本次公告立即生效，完全没给日本企业留任何囤积物资、寻找备用方案的时间窗口。在进口方面，中国拿出反倾销调查的工具，彻底断了日方经济上吵架、生意照做的幻想。当前呢，日本的反击尚在酝酿，东亚这场赤马红洋节才刚刚开幕。无论预言是否最终都一一应验，2026年开年的这些大戏都足以让它被历史铭记。也欢迎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并分享给更多的人看到。我们会陪你持续关注这不平凡的2026，下期视频见。